手上这支就是全新发表的 vivo X300 Pro， 快速动手玩，分享给大家。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vivo 在上海正式发表了全新一代的旗舰系列，这次推出两款，分别是 vivo X300 Pro 还有 vivo X300。我现在人也在上海，已经抢先拿到众所期待的 vivo X300 Pro。这集先快速动手玩，分享一些外观规格体验外，也会有各焦段的实拍。这两天还会有更多日夜拍，还有录影实拍。到时候整理好，会专门出一集拍照体验给大家哦。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动手玩。来，大家期待的全平面 vivo X 系列手机真的来了哦！没错 ，X300 Pro 这次总算舍弃了4等身微曲面的设计，改用全平面的萤幕设计，这是大家敲碗很久终于回来的设计。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回到平面呢？我想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曲面的保护贴真的很难找，也很难贴，而且还要用 UV 嘛哦，那有平面真的方便许多哦。那 vivo X300 Pro 这次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蛮直角的哦，连背面都没有曲面的设计。厚度部分虽然只有 7.9mm， 真的很薄哦，但因为少了曲面啊，来去修饰视觉的效果，所以看起来并没有规格那么薄的感觉哦。重量部分是226克，并不算轻，而且也维持了 Oreo 的圆形大镜头设计。但意外的是，手感上并不会头重脚轻，整体的配重我觉得是相当好的哦，握感也很好。显示器部分这次也给的不错，采用 6.78 寸 1.5K LTPO AMOLED 显示器，峰值亮度高达超高的4500尼兹，今天实际使用上真的非常的亮哦。我这边是开到最亮的哦。那令我最惊艳的是啊，最低亮度居然可以达到 1nit。这对于习惯睡前滑手机或者在飞机上看手机的朋友，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这样才不会刺眼。另外，全亮度都支援2160赫兹的 PWM 高频调光，还有全亮度的 DC 调光哦，可以降低闪烁感，也能避免长时间观看手机的疲劳感。对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边框真的很窄，只有 1.1mm 的超窄边框。所以，就算设计成全平面，也能缩小机身的宽度，让萤幕占比更好，其实也会更好握。那防护上有着 IP68、IP69 的防尘防水，另外也加入了超声波指纹解锁 2.0， 不只可以失手触控，也能增加失手解锁的成功率哦。X300 Pro 是首款采用天玑9500的机种 ，vivo 跟联发科技的合作跟默契这几年都很好，所以这次 vivo 还跟联发科技合作定义了这个晶片的影像处理核心，另外还把 V3 Plus 这个 vivo 引以为傲的影像处理晶片直接放到它的 SoC 里面哦，所以可以在软硬整合上做到极高的效率哦。那官方释出的Antutu跑分高达410万分啊，这个表示处理效能真的非常理想。不过实际跑分如何呢？这等之后我们再来实测哦。电池电量部分没有达到7000毫安时的大电量哦，不过呢，6510毫安时其实也不低啊。而且官方说明啊，他们想在不阉割效能、不阉割任何的东西的情况底下，达到更省电。那要怎么做呢？就是软硬整合，就是硬体的部分跟软体配合得好的话，那续航自然就会变长，能效自然就会变高啊。那官方说明啊，它也可以连续拍摄 4K 30fps 的影片，接近6小时。不过这部分我们过几天再来实测。那充电部分就是配90瓦的有线快充，40瓦的无线快充，那这部分就是 vivo 旗舰机的标准配备了。X300 Pro 这次同样采用3镜头设计，主镜头采用 1.28/1寸5000万像素 Sony LYT828 感光元件。那这次的焦距呢，增加了1mm， 达到24mm 哦。那光圈是 f1.57， 具备正负1.5度的云台级防手震能力。无论是拍照或是录影，都能带来稳定的效果。长焦镜头则是三星与 vivo 联合开发的1.4/1寸2亿像素 HPB 感光元件，这颗是三星基于 HP9 为基础啊，专门为 vivo 所定制的，所以其他的手机并不会有这一颗啊。它的长焦部分还有 CIPA 5.5级的防手震，所以即使手持拍照呢，也能有效抑制的晃动。更重要的是，搭配蔡司 2.35 倍增距镜，也能避免晃动产生。所以为了配件，就去增强了它的防震效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哦。那对了，这颗蔡司 2.35 倍的增距镜跟 X200 Ultra 用上的是同一颗，不过它的壳的模组是不一样的哦。
那超广角的部分就是用了 1.76 寸5000万像素的 ZN-1， 这个就比较普通一些咯。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加入了 X200 Ultra 出现的 VS1 Pre ISP， 这个效果非常好哦，并搭配 V3 Plus 的 ISP， 会让光线控制、影像的细致度还有色彩的准确度上有着更好的表现。所以接下来就在雾霾的天气底下，让大家看一下各焦段拍摄的日夜拍那更多的实拍跟感想会等拍更多照片，或是等晴天的时候，我真的再来拍照给大家看哦。录影的部分支援 4K 60 FPS， 这边也直接拍摄3颗镜头的影像给大家参考一下哦。因为主镜头跟长焦镜头都支援了更好的防手震能力，这边也提供3颗镜头走路与跑步的录影画面给大家参考。对了，2.35倍增距镜部分完全解决了 X200 Ultra 当时使用的问题哦。这次呢，直接开启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功能图示，直接点开之后，在任何模式底下都可以使用。所以你可以用人像舞台滤镜夜拍什么模式都行哦。所以以下也分享了几张实拍给大家参考。好，今天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加上上海今天是雾霾天所以根本就拍不出什么好照片来所以大家关心的拍照跟录影就只能先简单带过那其实拍照跟录影还有非常多厉害的功能，像是长焦抓拍，这个功能我超期待的还有全新的长焦舞台模式，这个也是非常厉害这些等等的功能，我这2天我尽量会拍更多的照片跟影片。那另外我也会跟 X200 Pro 还有 iPhone 17 Pro 进行比较，所以就请大家期待咯。那以上就是 vivo X300 Pro 的快速动手玩，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些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play，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